4月30号，2007年，在这时候开始把20万资金丢进去了。大的部位是从这个日期，但其实在尝试的时候，在前面就在尝试。哦，从前面就开始。对，应该是，反正大概在这个时候，我就在尝试。对，可是它是非常的保守的尝试，因为其实我还不确定有没有大行情，但其实我的想法是不用确定嘛。对我只是卡个小小的部位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认为不是空头了，其实就这么单纯。OK， 在前面你已经有开始刚开始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20万了。哦 ，OK， 那是有10万是借来的。对，那后来还掉那10万之后，又存了一点钱。这边在练习期货，说实在话，这边都在练习。这边在练习期货，这边在练习，一开始做进场，而且很保守，因为我觉得做股票实在是赚太慢。那时候就已经没有在做股票了。那时候还有在做股票，所以我有一小部分钱来练习期货，非常小，我就一口一口这样做。因为我很怕，因为刚开始做期货，你说实在是有点害怕。也是在对训练自己的，还是在测试自己的金钱忍受度？我觉得期货比较刺激啊，你的跳动就是比较大，你就想要试试看。对我觉得一般人好像都很害怕，我试试看。我感觉我好像很适合。那时候没有其他商品在你的心中做选择吗？选择权应该刚进来，我记得应该是这种也没有，权证是没有。然后股票因为股票期货，我认为好像也没有，我没有印象有那个时候。对，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没有，所以选择很少嘛。你要么做股票，海外更是想都不敢想。那时候海外商品简直是你是业内人士才会去接触的，太危险了。就是说你是在这个券商或者是在哪里，你才有可能去接触到这种国外盘。是因为报价是问题嘛？我觉得当时应该是不流行了，所以想没想过。然后再来就是国外商品不能睡觉。对，我们台湾人还是做台湾商品比较吻合，我觉得比较舒服。你期货不盯盘不可能嘛？一定要看盘，所以我不会去做国外商品，吻合自己的。对，而且你看我这么多数据可以研究。国外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报价，我一研究就20年了。对，那别的商品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。当时在前面的时候，刚开始进来就有那样子的获利野心嘛？我意思是说，那时候的目标就是200万。我觉得应该是说，我会进期货是因为当时有一群共同学习的人，我们一起在学股市的人，他们每一个都是做期货，每一个人都很聪明，在我看来，高学历，职业好，那操作也很久。在他们这么保守、这么安全的一群人，嘴巴说出其实做期货很安全，而且他们一直在做。这件事情他就说服我突然吓一跳，其实还好嘛。OK， 那听他们解释完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很适合这个商品，这是我的感觉。所以当时每个人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。没错，每个人都在做期货，然后每个人期货都要赚到爆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我们的信念是做波段，多空都有，多空都有。特别偏好不一样，但是一样都要赚到爆炸，所以我就安心了。他就说服我，可能性。对，我觉得好像理所当然。OK， 回想起来是这个际遇的问题。这对一般人来说，现在的状况应该是很难想象，因为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是想要用这样的模式赚到爆的。比较多人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像当冲或是大笔的进出，这样去累积财富，但对于获利野心的想象就已经没有那么大了。看书也有差，看人也有差。看书来讲，金融怪杰每一个操盘手，大部分都做期货的，他们大部分在除了当冲的人以外，除了马丁·舒华兹以外，10个有9个都在半年、1年就赚了10几20倍。对，那你看书是这样，我们看名人传记嘛，因为做投射嘛。好，那这是书上。当时我们一起做的那一群，我们说前辈好了，就有人一波赚了，我算算看应该赚30倍了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30倍是太他应该是从35万做到1000万。那真实发生的事情。OK， 虽然我没有参与他那个过去，可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对，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，是说，这个会不会才是我这种资产的人唯一的路？我当时是这样想，
其实我的前辈每一个都有正常工作。哦，真的？那他们每个人还用期货赚大波段？那第一个，他们因为工作很自由啦。OK。再来就是有的是老板，他们自己可以看盘。其实对一个出社会的人来讲，说像这样的社经地位的人都在研究这个，这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吧？虽然期货听起来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尤其那个时代更危险，很危险。每个人都你不敢跟人家说你在做期货，人家觉得你很不懂事，准备倾家荡产的。对，你要用期货暴赚，讲出来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前面其实这个线图看起来是非常危险的。对，你在那时候做多。对，你讲的对，那个时候是你看是8000点嘛，虽然是8000点，那感觉就是跟现在13000一样。如果你去看，你会觉得跟现在13000是一模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已经突破好几年的新高了。那从科技泡沫后的新高就是这个时候。对，那个感觉就像现在的13000，是每天都有人在怀疑有没有可能还继续涨下去。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我也会怀疑，我也会害怕。但我又觉得，如果大家都害怕，是不是行情都不会跟大家想的方向是一样的？这是唯一支持我解决这害怕的其中一个信念，应该这样讲。这个是前辈讲的一个观念，说他在历史操作这么久以来，他有发现一件事情：大家都相信会涨的行情，通常最后会涨也是涨得丑丑的；大家都不相信会涨的行情，就会涨得一直线喷上去。那是他那时候给的一个观念，他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，那我就特别注意这个事情。所以这边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技术分析上的一个头部，但这个地方我本来是做空的。这边其实你是做空，我有在做空，多空都有做。那我发现做空不顺利之后，我有一些技术分析的看法。自从我空单停损之后，我就认为那就是多头。当时我的技术分析比较偏向随时都有个多空观念 ，OK， 非 A 即 B。如果发生某些迹象，如果空头应该要有3个特征，这3个特征如果全部不见了，我就认为现在是多头。对，如果多头有几个特征，如果这个特征不见，我就觉得是空头。这是我当时一个非 A 即 B 的很明确的观念。我多空没有混淆这件事情。OK， 我完全没有，我要么很坚定的多头空头。所以我当时转换很快。马上就转换了，我必须说，真的转换非常快。你在这里的时候就开始尝试进多单，那目标很简单，我不想看不看得出来，这边有个最基本的目标。你说这里？对，其实很简陋啊，就是过前高。对，也不只是挑战，就不是挑战是过，因为逻辑上很简单，如果这边真的是一个多头，它就一定会过前高嘛。是，那我假设我的技术分析告诉我这里是多头，它本来就会过前高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大行情。这边起点是多少？7300吗？我有没有记错？7300，差不多。没有，那个这一天是7500。7500吗？对。那前高的部分，前高有7900、8000，所以大概500-600点。那过前高大概有600-700点、700-800点。我觉得这行情很大。对。这时候已经有一个非 A 级 B， 然后进场试单，但是到了这里，主要才开始把部位。因为说真的有点害怕，那时候我从来没有，我鲜少这样的经验。这边上去已经400-500点了，而且很快。然后我大概这边有部位，然后中间也加了一点点，所以这样上来的时候，我莫名其妙就赚了好几万。20万突然就多了好几万，比股票快的非常多。股票20万一根涨停板才2万，现在那时候可能只有7%，对7%而已，才1万多。对，那我这样子已经赚了好几万了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你更确定了。其实我也不确定，其实我不确定。其实你不确定，我不确定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这边会有这个震荡区，绝对不会，这个跌破也不应该是说这里如果有行情，这里就不会往下跌。那我就应该要在这一区积极的建部位。但我很担心它往下跌变成一场空，我也怕，所以我这里的部位建的比较少，挺少的。我觉得我真正大的部位可能是这附近有建一点点之后，它飘起来了，在这里我野心变得很大。这边应该是在5月底、6月初的时候，我真正野心大是在这里。你看它在这边怎么跌都跌不下来的时候，它已经不太符合我对空头的期待了。所以你也把那个空头的删掉，所以现在非 A 级 B。就我以前的技术，在那个年代来讲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它在挑战前高的时候，它一下来就是啪啪啪3下就下来了。
这里也是啪啪啪一下就下来了。对，如果你在过去看过去的技术分析，空头有一个很明确的，就是它只要一下来，速度都会非常快。这是我的判断。当时的市场也是，它的速度不仅不快，它还一直往上飘。它每一次空头特征出现都没有启动空头的起跌段。所以非 A 即 B， 反过来说，它是一个多头。这个是我的学到的东西，这也是我回测看到的东西。所以当时这里部位到了，那时候建了2口、3口，哦，2-3口可能大家觉得差别不大，但是那是1.5倍的仓位，其实很大。对，这里开始我觉得事情可能要大条了。还没加入脸书社团的战友们，可以在脸书搜寻 JG 说真的一流股市力，里面有很干净的股市资讯，更有我多年来的交易心得分享，也有一系列我为大家打造的股市学习单元。那我觉得无论你是股市老手还是新手，我都很有自信你们会在里面见到不一样的股市思维。我期待能在社团跟大伙有更深层的股市对话。我是 JG。